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前面我们聊过了投资全美国的 ETF， 这样子的投资方式，他们的历史绩效都蛮惊人的。过去25年，他们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高达了 9% 以上，甚至比标普500指数的投资绩效还要好。但是呢，如果在投资的时候呢，我只有跟大家分享报酬、绩效以及它的好处，却没有跟大家讲风险化，那我觉得这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所以今天这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如果去投资全美国股票 ETF， 我们可能会面临的5大风险，以及我应对的方式。如果你也在投资美股的话呢，那我相信这影片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应对方式，你使用不同的工具也可以达到相似的结果。那我使用的工具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使用起来最顺手，也是最容易执行的，所以我才会去使用它哦。好，那我们投资全美国股票市场，我们会面临的第一个风险就是整体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的投资组合只有投资全美国的股票市场，那就代表说我们的投资组合、我们的绩效跟美国的国运是绑在一起的。那你知道美国的整体股市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的最高跌幅是来到了 45%， 以及在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它的最大跌幅更是来到了 50%。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遇到了这种极端的状况，而且这种状况甚至是发生在你退休的时候，那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吗？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投资组合就只有股票。这种整体股市的系统性风险，它的解法就是我们要进行股债搭配。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蓝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国的整体股市 ETF， 那绿线的部分就是美国的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绩效表现，在2008年的时候呢，次级房贷危机，美国的股市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长天期的美债 ETF 它只是出现了上涨的一个状况。还有2020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美国股市呢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呢，美国的长天期的公债 ETF 它也是出现了一个反方向的上涨。在这20几年，除了这2个时间点有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负相关之外，其实在其他的时间点，美债跟美股它们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走势。这也就代表美债加入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它可以减少我们投资组合因为美股的波动性而产生的风险。那我们直接看每年的年均报酬率，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到，可以看到深蓝色的部分像是在2008年美股是大跌，然后呢美债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大涨的状况。在2009年的时候呢，则是美股大涨，然后呢美债出现了一个大跌的一个情况。然后像是2013年以及2021年也是有出现相同的情况。那其实美股跟美债在过去这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大概1世纪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呈现负相关。不过呢，在那一种升息的时候啊，那美股美债呢都会一起下跌哦。那我们只要将2个投资商品，它们没有完全正相关，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就可以降低我们投资组合整体的波动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灰色的线就是我们用股债搭配，那比例就是股票8，然后呢债券的话呢就是2。那这边的股票的话呢，就是指美国的整体股市，然后债券就是美国的长天期的公债 ETF。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灰色的线的部分的话呢，它在大跌的时候呢，它的跌幅是比蓝线还要少，然后在大涨的时候呢，灰色的线的表现呢，虽然比蓝线还要弱一点，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以绩效的数据来看，从2003年投资到2026年，如果你是 100% 的美国的整体股市，那它的一个绩效大概是 11% 左右。那如果呢你是只有投资美国的长天期公债 ETF，那你的绩效的话呢，大概是 4%， 就 3.8% 到 4% 左右。但是呢，如果你有进行一个混合的搭配，就是8:2的进行配置，那其实你的绩效呢也有 10.2%， 其实也是不差的。那从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有可以看到一个数据，那就是夏普比率。那夏普比例的话呢，只有跟大家分享过，它就是每一个单位我们承担的风险，我们可以获得多少的报酬。那这个数值如果越高，那当然就是越好的，就代表说我们承担了一些风险，然后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那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进行股债搭配的话呢，它的夏普比例呢是来到了 0.74， 但是如果你只有单纯的美国的整体市场的话呢，那你的夏普比例呢是只有 0.67 哦。那至于要如何去购买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那我自己的话呢，是使用 IB 银投证券来进行购买。好像是我在这个券商的平台，我这边直接输入 TLT，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找到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话，我们就点下去，然后点下去这边的话呢，可以点击股票，然后点击之后呢，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TLT 它的一个详细的资讯。这边可以看到它是 iShares 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那如果要购买的话呢，我直接点击买入就可以购买咯。好，那接下来是第2个风险，那就是产业过度集中的风险。那很多人以为呢，他买下了全美国的股票市场，就会认为说，这样子我的一个产业分散应该是蛮分散的，但其实不然。我们该相信
那根据 JP Morgan 在2025年的一个年度报告，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那局限的部分就是 S&P 500指数当中呢 Top 10的全指股，他们的一个比重占整体指数的一个比例是多少？你可以看到 Top 10的比重呢，在 S&P 500指数，就是美国的最大的500家公司的指数当中呢，它的占比已经高达了32%。那这个占比的程度啊，是自1976年以来最高的一次哦。那1976年到现在可是有50年的周期啊。那如果只是全指股主要集中在前10档股票就算了，重点是这前10档股票，他们的产业竟然高度的聚焦在科技产业。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前10档股票的话呢，分别是 NVIDIA 就是辉达嘛，黄仁勋大家都认识，再是苹果，然后呢再来是谷歌，然后再来是微软、亚马逊、脸书以及下面这4家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当中呢，只有第9名跟第10名它是跟科技业不相关的，那就是巴菲特的公司跟沃马尔。以他们市值来计算的话，那就是90%以上全部都是属于科技产业。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投资 S&P 500指数，就是标普500指数，或者是我们去投资美国的全市场型的 ETF， 像是 VTI， 那也代表说呢，我们有非常大的比例呢都是投资在科技股上面。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投资这些 ETF 看起来很像分散风险，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聚焦在科技产业哦。那如果你担心这种科技股过度聚焦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呢？那这边的话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档 ETF， 那就是 VTV 这一档价值型的 ETF。这档价值型的 ETF 它就主要去投资价值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的比较 ，VTI 这档全市场型的 ETF 呢，它主要是集中在大型股。那大型股当中呢，又属于中间型的，就是平衡型的是最多的是34%，然后成长型的话呢是18%，然后价值型的话呢是20%。但是其实呢，我们刚刚这样看下来，其实它很多公司呢，其实是属于科技产业，跟 AI 高度相关。但是呢，它这种分类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变成那种平衡型的，也就是在 Brand 的这个34%当中。那如果你想要平担这种那种科技股过度集中的风险的话呢，你就可以加入这种 VTV 这种 ETF。VTV 这种 ETF 的话呢，它就是主要是集中在价值股当中，它的比重的话呢是高达了50%。那什么是价值型的股票呢？这边我跟大家科普一下。那价值型的股票呢，它主要有5个衡量的指标，我把它列在旁边这边，就是本益比，还有股价净值比，还有股价营收比，以及股价现金比，还有殖利率。那前面这4种比重呢，如果它是越小的，就代表说呢，这家公司呢，它比较划算，然后呢，配息殖利率又比较高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它就是属于一种价值股。那投资价值型的股票的人，他主要的想法就是，这家公司到底现在是值多少钱，以及呢，股东呢，他可以拿到多少的现金回馈。那如果是成长型的公司呢，我们大部分的科技股都是属于成长型的公司。那成长型的公司呢，它也是有5个指标，分别是呢，看它的长期预期的盈余成长，还有历史的盈余成长，历史的营收成长，还有历史的现金流成长，以及最后的账面价值成长。你有没有发现到成长型的公司呢，主要就是看它的成长潜力。所以现在的 AI 科技股公司是不是非常符合这种成长型公司的那种描述？那投资成长型公司的人呢，主要就是看这些公司呢，它未来可以成长多少，而不是看这些公司它现在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现金。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科技股或者是成长型的股票，它的比重太高的话呢，你就可以加入一些价值型的公司来减少科技股过度集中的风险哦。那如果你想要看成长又是科技股的 ETF， 其实最主要的代表就是 QQQ。那它2026年到现在为止呢，它的一个报酬率是 0.54%。但是如果你是投资这种价值型的 ETF， 它今年以来的报酬率是已经高达 7% 咯。那价值型的公司呢，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会配息嘛，他们配比较高的利息之外呢，他们的公司也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这些公司呢，他们主要就是企业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可能就是这家公司已经非常的巨大了，然后他们在扩展他们的业务，投入资金扩展业务，也没有地方可以进行扩展。这时候呢，他们就会把他们赚到的钱呢配发给股东，所以呢，他们的股息的话呢，往往都会非常的高。那成长型的公司的话呢，它不会把钱配发给股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可以持续的成长，赚更多的钱，所以呢，他们赚到钱之后呢，他们会把钱再投入他们的业务。所以呢，如果你去投这种成长型的公司，那你的股息的话呢，就会领得非常的少。所以如果你要应对这种产业过度集中风险，集中在科技股或者成长型的股票上面的话，那你就可以投资这种 VTV 这种价值型的 ETF。那像 VTV 这档 ETF， 我们一样可以使用 IB 投资券进行购买。那我们就在上面这边输入 VTV， 然后输入 VTV 之后呢，我们找到这档 ETF， 然后我们点击下去。那你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你就直接按买入就可以了。那这档 ETF 现在的价格就是200块美元。那如果你觉得200块美元对你来讲非常的贵的话呢，你也可以使用零息股进行交易。那像是我们这边买入，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输入数量嘛。那数量如果你不想买100股，你可以买 0.1 股或者是 0.05 股都可以。那 0.1 股的话呢，你只要花20块美元就可以买到这档 ETF 咯。所以如果你很要求你自己投资组合的比例那种谁价值股要多少啊，成长型的股票要多少的话呢，那你有这种零碎股的交易的功能，其实是蛮不错的。好，那第3个风险就是单一国家的集中风险。我们都知道嘛，我们投资这种全美国的股票型的 ETF， 那当然很明显，那就是呢，我们的投资组合完全就是重压在美国的国运上面。那很多人就会回我说，我全部呢都重压在美股上面也没关系啊，你看美股在过去10年它绩效多神啊，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绩效比美股更好？的确，美股在过去这10年它绩效真的是非常的强，它平均年化报酬率肯定是超过13%以上。但是呢，这是因为你只看过去的10年短短的10年。你有没有去看2000年到2009年这个失落的10年？你可以上网去爬这些数据，2000年到2009年美国的股市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我这边直接跟大家讲，这10年美国的股市啊，它没有什么平均年化报酬率9%这种事情。这10年美国的股市啊，它竟然下跌了超过3%，也就代表说你投资10年你不仅没有赚钱，你甚至还亏钱。No God！ 那同样的时间点，如果你去投资新兴市场，那你的报酬率可是高达了155%。那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图表。那深蓝色的话呢，就是美国市场的一个股市走势；那绿色的话呢，就是新兴市场。那灰色的话呢，就是成熟的非美国市场。成熟的非美国市场就像是一些欧洲国家，或者像是日本，都是归类在成熟型的非美市场。那有没有发现到，美国市场呢比较差的时候呢，这种已经开发的国家，这种成熟型的国家呢，他们股市的表现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但是呢，如果是新兴国家的市场，那他们的股市表现呢，在这10年当中呢，可是非常的亮眼。那在数据方面，美国市场在这10年当中呢，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负的 0.27%。但如果你是投资新兴市场的话呢，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来到了 9.8%。那成熟的非美市场，好像是欧盟或是日本合并在一起的市场的话呢，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也只有 1.2%。所以呢，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重压在美国的股市当中。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在还在工作的时候，你已经有一笔钱了，你全部都重压在美国市场，结果你又遇到了这失落的10年，那不是打击非常的大？更何况如果你是在退休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那更是悲剧啊。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我们要在我们投资组合尽量的广泛分散。那如果你想要投资新兴市场，或者是你想要投资非美的成熟市场，那你可以看这几档 ETF。那这几档 ETF 的话呢，我是依照全世界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几档 ETF 来进行挑选的。那第一档的话呢，就是 VEA。那这档 ETF 是全球第6大的 ETF， 它主要是投资非美的成熟市场。那另外一档 ETF 就是 IENG， 那这档 ETF 的话呢，它主要是投资新兴市场的 ETF， 然后它在全球的 ETF 排名当中呢是排名第13名。好，那 IENG 这档 ETF 它的一个国家分布的话呢，主要是中国是高达了 24%， 然后台湾的话呢是 20%，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南韩、印度还有其他。那如果你是投资 VEA 这档 ETF 的话呢，它最大的比例是日本的市场是高达了 20%， 接下来的话呢是英国 12%， 加拿大 11%， 然后接下来就是瑞士、德国、法国等等。那我们来看这2档 ETF 的比较。那这2档 ETF 他们基金注册地全部都是在美国，所以呢，你只要开美股券商，你就可以购买到这2档 ETF。那发行公司的话呢，一家是贝莱德公司，就是 BlackRock， 那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呢，则是 Vanguard， 也就是先锋。那 Vanguard 的话呢，是由指数教父所创立的公司。那这2档 ETF 的挂牌日期 ，IENG 是在2012年，那 VEA 的话呢，则是在2007年。那它股价的话呢，2档 ETF 都是7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了。那资产规模的话呢，一个是1390亿，那 VEA 的话呢，则是高达了2690亿。那内扣费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便宜，都不用到 0.1%。那 IENG 的话呢，它是投资新兴市场。那 VEA 的话呢，则是投资非美的成熟市场。好，那如果我们要购买这2档 ETF， 我们一样也可以在 IB 盈投证券就可以购买得到。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IENG， 我们也是一样，上面输入 IENG， 然后这边就可以找到这一档 ETF， 然后呢点击股票。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一档 ETF， 它目前的股价的话呢是78块钱。那另外一档 ETF 是 VEA， 我们一样也可以把它输入进来。那我们输入 VEA， 然后找到这一档 ETF， 一样我们把它点击下去，然后点击股票，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这一档 ETF。那这一档 ETF 它的名称就是先锋富时发达市场 ETF。一样，如果你要购买的话呢，你点击买入就可以购买咯。所以如果我们投资的时候呢，你已经重仓全美国的股市的话，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加入这种 ETF 来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加的一个国家分散。
那如果呢你现在还没有去投资任何的美股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去投资 VT 这档 ETF。那 VT 这档 ETF 的话呢，它是投资全世界的股票 ETF。那 VT 这档 ETF 呢，我有做过影片来介绍它。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哦。好，那第4个风险就是估值过高的风险。那我觉得这个风险呢是更加的理性，而且呢有数据可以进行参考。那世界上呢有一个著名的指标叫做席勒本益比 （Shiller PE）。那根据历史数据显示，如果这个数值呢超过30倍的时候呢，美股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在过去这一些历史当中呢，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竟然掉到0%到3%之间哦。而现在呢，我们的席勒本益比是高达了40倍以上，这代表如果你现在重仓美股，你的绩效想要像过去10年这样，持续的翻倍成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以复制的。那这个表格就是，如果你的席勒本益比的比例是多少，那你去投资的时候呢，你未来10年你的平均年化报酬率会是多少？那这是从1926年统计到2017年。那左边这边的话就是席勒本益比它的平均是多少，然后右边的话呢就是它对应的一个平均年化报酬率。那这平均年化报酬率是实质的年化报酬率，也就是说呢，它是扣掉了通膨这些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席勒本益比它的一个指数，它平均比较低的话，好像是你只有个位数，或是你只有10几倍的话，那它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就是10%左右。然后我们从这边也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席勒本益比越来越高，你有没有发现到它的一个平均年化报酬率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的，然后到30倍以上的时候呢，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竟然不到1%。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这张图的话呢就更加的详细。那这张图呢，它除了比较全球的国家之外呢，也比较了 S&P 500指数，还有瑞典以及挪威还有日本。那这表格的 X 轴就是席勒本益比，然后它的 Y 轴就是它未来10年到15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一个点是很靠右边的话，就代表说你的席勒本益比非常的高。那我们就可以往左边看，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落在哪里。那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如果你席勒本益比越来越高，你不只是在美国市场，你是在全国，你是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适用，那就是席勒本益比越高，那你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就会变得比较差。但是我这边一定要跟大家声明的就是，这个数据呢，它是过去的历史的报酬，不代表未来一定适用哦。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参考的价值，那就是如果你的估值越高，那你的未来绩效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差，因为估值越高就代表说你买的越贵，那当然你未来的获利的空间就会变少咯。那我自己是怎么样应对这种高估值的风险呢？我当然不会将我的股票全数卖出，我自己会依照这种估值的比例来进行投资组合的调整。好像是如果认为现在的美国市场非常的昂贵，那我就会减少持有美国市场的股票，我会持有更多的现金，或者持有更多的美债来进行一个对冲。那至于我是如何去调整投资组合的比例，当然我不会只有看估值，我会看其他很多的因素。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是怎么调整的，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那我每半年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增仓操作哦。好，那最后一个投资全美国股票 ETF 的风险，那就是交易成本的风险。那如果我们直接去投资那种标普500的 ETF， 像是我们去投资 SPY、VOO 或者是 IVV， 那我们都会面临30%的美股的股息税。就算我们是投资台湾的元大标普500 ETF， 也一样会面临这30%的股息税。所以如果真的要去投资这种全美国的 ETF， 我会建议大家去投资那种节税型的 ETF， 像是爱尔兰注册的 ETF。那如果我们去投资这种 ETF， 它是追踪美国的整体市场，不过呢它是在爱尔兰注册的话，那我们的股息税可以大幅的下降到只剩下 15%。而且呢，如果我们去投资这种美股 ETF， 那到我们往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子孙会面临高额的美国的遗产税。但如果我们去投资爱尔兰的 ETF，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像是如果你想要投资那种节税型的标普500 ETF， 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投资 CSPX。这一档爱尔兰注册的 ETF， 它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那如果你想要投资全球型的 ETF， 然后呢是爱尔兰注册的话呢，你可以去投资 VWRA。那至于为什么这些 ETF 可以这么的节税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跟大家分享哦。好，最后我将这5个风险我把它列成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风险项目包含股市崩盘、产业集中、单一国家风险，还有估值过高风险以及税务成本方面。我把他们的风险评级呢，是我自己认为的对我们资产的影响，我把它列在旁边这边，以及我应对的逻辑。好像是如果你是股市崩盘的话呢，那我会进行股债搭配，我不单压股票。那如果是产业过度集中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增持那种价值型的 ETF， 来减少那种科技股、成长股的一个聚集。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单一国家。然后如果你是只有单一的美国的国家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投资组合再去加入一些新兴市场或者是一些非美的成熟市场的 ETF。如果你觉得股市过高，你就可以持有更多的现金还有美债，然后减少股票的持仓。然后最后的话呢，则是税务成本。如果你觉得股息税30%非常的高，你想要15%的股息税，你可以投资爱尔兰注册的 ETF。如果你不想要让你的子孙去缴美国的遗产税的话呢，那你也可以投资爱尔兰的 ETF， 就不用缴美国的遗产税咯。好，那以上这些资讯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投资全美国的股票市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险，以及呢，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方法去进行应对。因为我们投资的话呢，不是只是为了买进，然后呢，想要一直赚钱，都忽略风险。我们更应该要考虑到，如果风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投资组合到底能不能承受这些风险？这样未来真的危机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气定神闲的留在场内，安稳的领我们的退休金哦。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有在使用的美股券商 IB 盈透证券。那我自己有创立一个中文交流区，那如果你对这家券商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中文交流区，看大家是如何使用这个券商，再考虑要不要使用。那如果你想要马上开始开户，然后开始进行美股的交易的话呢，可以看我上面这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进行 IB 盈透证券的开户。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将这影片分享给其他想要进行美股投资的朋友，相信会对他们非常有帮助哦。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所以科技股够了，所以那种 AI 产业是不是就非常符合这种成长型的公司？所以 AI 产业是不是就非常？所以现在的 AI 产业是不是就非常符合那种成长型公司的那种架构的那种型？